话办西话，打发无聊吧。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泛无聊。感谢刘六支援的 NA 横炮。正面呢是一个横炮的漫画峰会，背面这个照片有意思啊。火九剑啊，我见过造飞机的，我见过开飞机的，我见过打飞机的，但是第一次见造飞机的。火九剑啊，这个照片你能弄就弄，弄不了你就甭瞎弄。想弄个还原动画的情节，也不知道是找谁弄了这么一个造型啊，老树盘根造飞机啊，太棒了。不过这个动作也的确是印证了动画片里那个啊，红蜘蛛喊横炮爸爸。我们现在在一些国产视频里啊，经常能见到啊，一个高兴就喊爸爸。纸制品说明书一份。配件呢有一个替换的专门握枪手，然后是2个打桩机和一个正常的可以开合的手。横炮标志性的尖炮一个，小枪一把。横炮本体拿上来就是这样。我们先看这个人形啊，头雕丑他妈的就不说了。我们看这个身体，这个身体你胳膊叠一块还能看，等你胳膊展开了，你看这个身体啊就不行了。或许你现在看觉得还可以呀，这是因为有这个飞行背包的加持。咱们把这个飞行背包拆下来。先说这个飞行背包啊，你要是有横炮那个标志性的尖头横炮，你就卡不上这个。我以为是我自个儿没安好，我见这儿有一个活口啊，我觉得是能卡住这个横炮的。可能是因为这个桩子太突出了啊，它顶的这个就密合不到身体上。当我们卸下了飞行背包，把2个胳膊展开以后，你就看这个身体明显小的跟四肢就不成比例。他为了所谓的变形啊，一说我们是小比例啊，我们变形不容易，我们变了魔法啊，我们把身体缩小了，这个比例贼扯淡，比例贼扯淡就算了。这个横炮跟飞毛腿果然是兄弟。大家看我这个脚啊，我是把脚尖扭着，2个脚尖都扭着啊，它才能站住的。你放平的话还真不容易站，为什么？它的脚后跟又比脚板多出那么一丝丝来，所以你往这一站就容易往后仰。我只能拿这个脚尖调一个角度啊，凑合站着。最主要是啊，继续给大家变个魔法，就这啊，这个腰就这活塞开了啊，就这，如同风中的风铃一般啊，就活塞开了。晴天娃娃啊，就这破玩意儿。我就说这个腰啊，人变车也好，车变人也好，一动就开，一动就开啊，一个卡扣都没有。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小臂啊，这小臂叫什么玩意儿？就这么讨吃烂鬼的把车玻璃就卷过来了。整个一个洛克人啊，你插上这个尖的打桩机啊，真的活脱脱一个红色洛克人啊，真是童年的回忆啊！感谢 NA 啊，让我回忆起了 FC 游戏里边的洛克人啊，让我回忆起我原来那个摆件啊，蓝色洛克人，这叫什么玩意儿？根本不成比例啊！从上臂到小臂跟这个洛克人大臂一比啊，细的跟个麻杆似的，然后很突兀的啊，就来了这么一个东西。摆成这个形态一看，你是不是有一种星星横炮的感觉？星星横炮队长，变形金刚8，幻影算什么？直接把横炮当成星星队长。不对，横炮好像变异是不是死了个屁了？不对，横炮没死，变异是爵士死了。哦，对，横炮没死。对，还要出这个玩具的啊，闹懵了，又闹懵了。星星横炮，看看这2个小臂粗壮的，像不像星星的小臂啊？这叫什么玩意儿？就这舔这个逼脸卖265，他敢卖265，就这个东西，我负责的跟你说，这个玩具那个鸡蛋臭味浓到什么地步了？你闻完你的玩具，你再去闻你的说明书，连说明书上都是一股臭鸡蛋味儿。而且这个料子啊，贼扯淡。你们自个儿有 NA 的玩具啊，你们自个儿去对比他们家以前的玩具去，你就知道这个料子有多扯淡了啊！什么玩意儿？它就是塑料件儿。打光了，给你上了一层清漆，然后这个变形呢，刘六还跟我说啊，这个腿部是很精妙的。这个腿部的精妙呢，咱们一会儿拆开再说啊。就这么个东西啊，人形就这么个东西，腰松，小臂是星星小臂，然后呢，身体做的太小了，它只要再宽一点还能看。结果这个身体做的是太小了，你们自个儿看，加上这个粗壮的小臂，你们就知道这个身体跟这个四肢的比例是多么不协调了，真的看着都别扭，没有那种机器人独有的那种修长感。即使官方做成16:9，矮墩矮墩，但是你单看这个机器人的形态是有一种修长感在里头的。这个真的是做成了矮墩矮墩的，就因为身体小，四肢大，导致这个比例特别不协调。再看这个头雕。
哎呀，真是 FT 级别的啊，扎纸人式的头雕，真的，你们在这个扎纸铺的啊，绝对见过这种面雕。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张开合住的手啊，我们把它裹一下啊，这个是拿不住枪的，这就是他为什么给你专门做一个拿枪的手，这个是拿不住枪的。我想说的是，你舔这个逼脸卖他妈265啊，闲鱼也有250多的啊，你一个开合手，你居然不豁一个毫，把这个枪卡到里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开模的一个做法，就这好吃烂鬼就做了个这，连个枪也拿不住，然后舔着个脸卖他妈200多块钱，做的是什么鸡巴玩意儿？舔着个脸啊，我们小比例，你小比例有个蛋，版权没版权，设计没设计，变形就是个抄。你们真以为这个变形有多好？但凡多玩2个官方玩具，你都能在官方玩具身上找到影子。什么都没有，敢要200多，舔这个脸，这儿不好，哎，我们是小比例，那儿没做好，哎呀，我们这小比例低容让，哪儿做不好都能拿小比例搪塞过去，就价钱这儿小比例不搪塞了啊，我们得卖的贵。哎，我们有设计，有个蛋的设计，球眉一条啊，3、5小作坊做出来个鸡巴玩意儿，就敢要200多块钱。别说废料子，别说你用的什么好料子，别说你用的什么好涂装，扯淡！官方的料子比你正规多了，那么大的汽车大师7、80照样卖，用的塑料不比你多。所以说呀，甭扯那个蛋，宰人就是宰人。当然了，也有人就认啊，认宰。我这些话只说给能听得懂的人，听不懂的人呢，你也听不懂，你也认。所以说呢，人各有好啊，这里不多说，咱们继续看变形。变形之前呢，我想说一下注意的地方，就是肩部这个球冠啊，你们变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你们觉得这个料子啊有韧性有硬性，扯淡啊！一旦这块你玩不好，说不准啊，就把这个球冠跟这个肩膀这个零件连接的部分啊，上就撇断了。所以说你们一定要注意这块。我们就开始变形，先把背部呢打开，把这2块呢扶起来，利用这个容错空间呢，把这个头啊塞过去，塞过来呢没完事，把这个头按下来，接着呢把这个板子抠开，抠开也没完事啊。利用这个容错空间呢，把这个板子再叠过来，然后把这个板子呢卷着啊，再放过来。大家能看见啊，这就是一个车头了。然后把2侧的这个小零件呢翻过来，密合成一个车头。真的，我就不知道像这种切片片在官方都能看见的设计有什么可值得夸耀的。接下来我们开始变这个胳膊啊，先把这个小臂打展喽。打展以后呢，转过来，把这个红色部件掀起来，掀起来以后呢，把这个轱辘啊翻过来，先把这个有棱的地方啊转成平的。这个胳膊不是打开了吗？利用这个轴啊往上提，哎，再把这叠回来。叠回来以后呢，把这个轮子往上合，它这有个卡扣啊，直接你就密进去就完了，车头就变完了。腰呢，在变形的过程中已经开了啊。开了，咱们就直接把它拉展喽。切记啊，这2个手就是心心护甲啊，千万别往回合，不着急，这是最后一步。接下来我们变这个腿，把这块呢整个抠开。这个零件呢跟这个窟窿啊，这是一个留出来的专门连接卡扣的窟窿。解开以后呢，把这个零件就是固定小腿迎面板这个零件，它其实也没别的作用，然后翻到这个腿上去，掰到小腿后面，我们整个把这儿哎翻开。想进行下一步呢，这个脚板可能有点挡，我把这个脚板啊直接拆开，整个把这个迎面板呢拆开，拉展了。你车变人啊，这个是拉开的；人变车呢，你就得把这块缩回来。变到这一步啊，好像被清蒸的青蛙一样。所谓的它的腿部收纳妙啊，我说过，你只要玩过变形金刚的 SS 骑士柱和那个 SS 的寡妇制造者。真的，这变形没点啥，没什么精妙之处，就是个中规中矩。它这个变形思路就是啊，变人的时候，哎，把这个腿这块做一个向下的移动，然后整个把这车的半个皮展开，包成个小腿。变成车的时候呢，靠这个部位的移动，空间紧凑，再把这一堆皮裹上去就行。把这个大腿挪上来啊，然后呢，整个就把这个皮裹上来。调整好位置呢，跟这儿密合，这儿也能密合。脚已经展开了以后呢，咱们直接把这个脚就放到底下去。最后呢，利用这个车门和这儿有一个结合的卡扣，密合。车就是这么个车，
这是我见过最没流线型的跑车了啊！你们拿到手，你但凡仔细看，或者是稍微用点心去看，猛一看它是一个横炮跑车啊，什么灵宝坚尼啊，但仔细一看，这就是个扁蛤蟆，根本没有跑车需要速度的那种流线型。也就是说，它这回超车型啊都不超了。我不知道他在保什么，他是在保人形吗？人形也没保。保车型吗？车型也扯淡。猛一看，灵宝坚尼，仔细一看，神马玩意儿，而且还自作主张、自作聪明的炫个技啊，超官方炫个技，看我能把车的上半壳啊卷成一个小腿，导致了这大裂缝子啊，然后这儿还多出了2个这种部件啊，你呢找个黑笔涂个小眼睛在这2块上啊。往远古了说，你会想起一部动画片《黑奔奔》；往近了说，你能想起动画电影《汽车总动员》啊。这叫什么玩意儿？这个车啊，整体跑车支离破碎啊！看看这缝缝切的，你想切那个缝儿，你就做的密合严点，密合也不严。看这大缝子啊，看看这大缝子，看看这大缝子，然后这奔奔的眼睛也好，汽车人总动员的眼睛也好啊，这贼扯淡。然后这个涂装呢，用了一个淡蓝色的这个珠光漆啊，也相当扯淡。从侧面看，看看这大缝子啊，这什么玩意儿？这叫。从屁股看，这俩尾翼还有大缝子啊，我想调了一下还调不了，我以为这俩是活的啊，我想多了，差点给这掰断了。底下呢，还虚的玩个真假胸替换，看我多有变形设计，我会真假胸替换，你替换半天有个屁用啊！一切的一切是为了一个完成结果而服务的，而不是说你会干什么就来什么，扯淡啊！世间万物不是说你会你就能得到啊，你必须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利用你会的手段去服务。你这什么玩意儿做的啊？真假胸替换，你替换有什么效果？车型做了个鸡巴，人形做了个鸡巴啊！什么玩意儿？真的是他，嘿嘿，就这为了骗钱啊，制造噱头。制造了些什么噱头呢？也就哄不懂的，但凡懂点的一眼就看穿了，这就不叫个东西。敢卖265，闲鱼卖250多，咱们就按250多啊。咱们总结一下这个玩具的缺点：变形没什么亮点，而且为了炫技，导致了人形、车型都扯淡。人形身体做小，四肢粗大，导致比例不协调，头雕做的跟纸扎匠似的。专门拿枪的手不说了，开合的手，我觉得你作为卖一个200多块钱的屁大点的小玩意儿，你这个开合的手豁一个槽子能拿住枪，这是你应该做到的，没做到。这个飞行背包呢，你按飞行背包你就上不了这个尖头的横炮。车型呢，你可以把它当成嘿奔奔，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汽车总动员啊，反正它有2个眼睛。这个跑车呢没有流线型，整个一个扁蛤蟆，而且缝隙太大，就是由于它这个莫名其妙的真假胸替换炫技啊，从官方抄了点皮毛，上来就敢等当了半天呢，什么也闹不成，然后还要200多，就这破玩意儿，真的冲这个料子，对，忘说这个料子，今天这个料子味儿特别大，连说明书上都是味儿，你们可想知这个味儿有多大吗？就这破料子，加上这个变形，加上这个人形，加上这个载具，你要说你卖到130以下，真的我啥也不说了，你居然敢要250多，穷疯了啊！真是把买家不当正常人的骗啊！真的，还是那句话，我这些话说给听得懂人听的，听不懂的啊也不用听懂。我还是那句话，人各有所好。反正这个玩具呢，在我这儿我是没看着一丝丝优点。你眼里边的优点，在我眼里价格来衡量。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东西卖到130以下，我就不说啥了。我而且能把它夸出花来，但是这个东西它敢卖250多，它不值。甭说料子有多好，甭说涂装有多好，我还是那句话，官方 D 级也好 ，V 级也好啊，现在出的这个传世啊 SS 玩具，正规的料子，正规的涂装，那么大的个儿，卖70、80的有的是。你这屁大点个东西，3、5小作坊，料子不知道正规不正规，涂装不知道正规不正规，你敢要265，你纯粹就是哄的不正常人呢。那么这期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